红军是怎么搞的啊？怎么能不按预案来呢？喂，我是黄参谋，接通了。好，太好了，把所有显示器都打开，前方信号过来了。是。这又是怎么回事？连这都看不出来吗？这是红军来了个长途奔袭，把小金湖机场占领了，飞机不能起飞了。可是之前的预案里没有这样的安排呀。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只允许你蓝军偷袭红军的守备阵地，就不允许红军偷袭你的机场吗？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演习方案有改变，可以提前通知吗？你现在袭击了他的机场，我们坐在这观摩台上看什么呀？总指挥，我是前副总指挥啊，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视频上看清楚了，是红军的一支小部队突袭了蓝军的机场啊，使这个运输机无法落地，红奖兵无法登机。是，我马上问问清楚。黄参谋，到，你想办法联系上红军指挥部，问问这次行动是谁在指挥的。是。前副总指挥请问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大家别着急，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误会，蓝军机场受到袭击，运输机无法起降，这个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请大家稍等一下。联系方案有变，马上播报。是。各位首长、嘉宾、专家、媒体朋友们，我们刚刚接到指挥部的通知，由于特殊原因，指挥部对原演习方案进行了调整，现在部队正在调动中，很快就会恢复演习，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前副总指挥跟红军方面联系上了。他们为什么要突袭小金湖机场？首长还是你跟他们说的，是红军参谋长。李参谋长吧，我是前副总指挥啊。你们这个什么？是蓝军违规先袭击你们一营的装甲车分队，这怎么可能呢？李参谋长，先不说你那边情况，马上通知你的小分队停止袭击小金湖机场。谁先袭击谁，我会查清楚。先把你的人给撤回来。前副总指挥，听说我们派兵袭击蓝军机场了，简直是无稽之谈嘛！无稽之谈，李参谋长，我都看见了，你机场上全是你的人。你怎么不看看我们的现场？全是蓝军的兵，全是山营旅的人。大家别着急，这里边肯定有误会。前副总指挥，现场出了点问题没关系，但是你得及时通报一下，免得在上的人傻等又乱猜一些。情况呢是这样的啊，按原定计划，蓝军空降兵分成2架运输机飞临红军阵地上空实施伞降，并占领阵地。但就在运输机要在小金湖机场降落，红降兵准备登机时，机场四周呢出现了红军的小分队，对机场展开突袭，被封锁跑道，使得2架准备执行空投任务的运输机无法按时起降，红降兵呢也无法登机，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幕。但这一幕并不是今天演习的科目，情况正在查实啊。与此同时，
原计划红军被蓝军占领了前线阵地以后啊，马上组织强有力的反击，以特种兵作战为主，一鼓作气拿下1130高地。但就在刚才呀，我接到红军参谋长的电话呀，海啸突击旅第1机步营在增援路上呢，突然被蓝军包围，10几辆战车被炸毁，部队1/3减员。前副总指挥，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导演部一点都不知道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命令下错了，还是有人故意制造混乱，还不清楚。虽然此刻红蓝两军都在指责对方先违规，但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啊！请你们耐心的等一等，等调整好以后呢，一切重新开始，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一场正规而精彩的军演。好，前副总指挥，就不用重新再来了吧？刚才的演习就很好看嘛。虽然我们没有看见现场画面，但是这个故事就很有悬念。对啊，继续演下去吧。同志们，这不是演习啊！今天的科目就是一次演示性的行动，还没有进入自主对抗阶段。我们将对违规者严肃处理。演习很快就转入正常了，请大家耐心的等待。韩组长，我出去一下。报告，进来。报告队长，突击小金湖机场任务完成归来。怎么用了那么长时间啊？我们为了不让山鹰旅发现，飞机绕了一大圈过去的。返航的时候，他们的雷达一直跟踪着，我们又绕了一大圈。到现在，夏侯兰他们到底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好样的，干得好，辛苦了啊！哎，珊珊，你们信息情报中心没收到什么情况吗？现在啊，是山鹰旅在骂海啸旅，红军呢也在骂蓝军。沈参谋长，首长好，我是韩鹏。两边的袭击都是你干的。韩鹏，你回答我。您是让我实话实说吗？废话，当然实话实说了。都是我们干的，不是您让我们搅局吗？虽然我事先已经知道山豹旅的介入就是来搅局的，但没想到他们打响了第一枪，竟然是在红蓝两军的展示性演习中动起手，而前副总指挥还蒙在鼓里，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收场了。沈参谋长什么意思啊？一句话没说给挂了。那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啊？这一句话都没说，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队长，干嘛回来了？长官，不是，伏击任务完成。哎，你们也绕道回来了吗？没错，差点都没油了。这是我从红军指挥车里顺出。这是我缴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大概看了看，应该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好啊，我让他们都考下来。你先看看有没有用，有用咱就留着，没用啊，咱就还给人。怎么了？你们以为这台机器已经关机了，其实它里面还在工作。这台机器有卫星定位和侦察系统，从你们拿到这台笔记本电脑开始，你们的行踪、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输到对方的侦察系统中去了。那我这不成抱了一个定时炸弹回来了？一点没错。如果我不及时把电池取出来，对方完全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把最重要的信息全部删除掉。我敢肯定，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这台电脑在我们的营区，卫星已经把你们的行动轨迹记录下来，并发送回去了。这么说，那我们再干那些挑拨离间的事儿，就干不成了。其实啊，我们自从一进场就已经被盯上了，只不过我们打的是保障的幌子。但是我提醒各位啊，这个幌子打不了多久。没关系，一会儿我把它拿到完全屏蔽的环境下重新开机，把有用的信息拷出来再说。好，越快越好。首长，我已通知山鹰旅、海啸突击旅他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领导一起，晚上开个协调会。会议内容呢，先对今天情况啊
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消除误解，背靠背永远说不清楚。我在做讲评，您呢做最后指示。既然已经通知了，我看就开吧。好，那二位首长，我去送两位了。山宝旅干的，这个局搅得好，不过分吧？不过分，我还觉得不过瘾呢。我们年年搞演习，月月搞演习，什么时候见过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要的就是把水搅浑，把局面搞乱。什么叫现代战争？你说得清楚？一句话两句话，还真的说不清楚。要想说清楚，也简单，乱，就一个乱字概括了。您这也太戏剧化了吧？哎，这不是戏剧，是哲理。这是我老婆总结出来的。您夫人是搞军事科学的？不是，她在社科院搞哲学。这几年电视新闻、国际评论这些节目我经常看。中东、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突，我经常看。我一看这些东西吧，他就烦。我就跟他说：“你老公是搞军事的，现在打的这些仗，都叫现代战争。我研究它，就是为了打赢未来战争。你猜他怎么说？”夫人什么高见？什么现代战争？打法就一个乱。我说，难道就没规律可循吗？他说，我说的就是规律，规律就是乱。西方大国想打你，首先把你的国家体制搞乱，思想搞乱，派别搞乱，民族关系搞乱，宗教信仰搞乱，让你的经济乱，社会乱，党派乱，煽动民众炒政府、炒总统，全国是乱打乱战。这就是现代战争。战争乱，战法战术乱，战场更乱，一个政府岌岌可危，20-30个反政府武装出来争地盘，跟打群架差不多。有何感想啊？不无道理啊。回头想想吧，可不就是个乱吗？战略上搞乱，战术上打乱，非对称作战，不按常规出牌，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各自按自己的打法打。大国动用最现代的第5代战机，与手持 AK-47武装分子较劲，卫星侦察、网络攻击、信息作战，和二战时期的地雷战、地道战并肩使用。二战时期的炮也敢拿出来打，皮卡车成了标配装备，有什么装备就打什么仗，一切以打赢为原则。这也是一个规律啊。形成规律就成法，乱战也是一种战法。所以今天这局搅得好，我就不喜欢似水一潭。接下来就看他们谁能乱中取胜了。要是这样下去，会不会影响专家观摩呀？这我不管，懂行的就往下看。我们花这么多钱搞演习，不仅是搞表演，是要练我自己的兵的。还是谭组长看得远呢。晚上红南军开会，你也参加吧。我山豹已经出山，你这个养豹人也得露个面了。飞走了。楚副参谋长，这个喝咖啡啊，讲究在一种十分温馨的气氛下。
有高雅的气质和贵族的气度。可是您看您啊，这个心急火燎的，急功近利，这只适合喝一喝二锅头。怎么回事？这是韩鹏吗？这不可能啊！等等，我们都见过韩鹏本人，和他带着谢兵。这是韩鹏没错，这是韩鹏吗？下口！老队长，2个指纹。你看我说的吧，楚副参谋长还不相信。那你是谁啊？报告首长，我是山豹旅机步营战士霍德。霍德，大家怎么还在这儿啊？洪副旅长让我们赶紧回去，马上要开战了。真的？别演了，赶紧的，抓紧时间。首长，我们要去参加战斗了啊！不过这儿的消费啊，您尽情的享受。韩鹏旅长啊，已经把所有的消费全部买过单了。再见。等，你就是艾佳，首长，您认识我啊？山豹旅特战大队侦察排排长。是的。袭击我们远火部队的也是你。是我们特战侦察分队指示了目标，在远程火箭炮的每一个作战单元的指挥车上放了一个小贴士。什么？小贴士？是的。什么小贴士？小贴士？什么小贴士？什么小贴士？就是他发出的定位信号引导空中的巡航导弹追踪了你们的远火指挥车。哀家有所失礼，请2位首长原谅。哦，对了，我们的洪副旅长让我给2位首长带个话，他说他完全可以在这间咖啡厅里把2位作为俘虏抓起来，因为这周围已经布满了山豹旅的特种兵。如果那样的话，2位首长就是我们山豹旅的高级人质了。但是我们洪副旅长考虑到还是给老战友、老领导留个面子，就取消了这个计划。首长再见。这也太有戏剧性了吧！这就是那个一枪干掉2名杀人犯的丫头。入伍前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山豹旅的士兵都是大学生兵啊，80%吧，大学本科以上，或是在校2年以上的大学生，但是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体质、体能、心理素质考核也都非常严格。我们给山豹旅一个特殊的政策，每个征兵季他们可以预招，由他们和人武部一起到大学去自主招募，初试合格后，再由征兵部门按照征兵程序流程审核，新兵营训练考核通过后，再进入山豹旅。对，这个专业和非专业呀是要有所不同啊。演习结束以后，我一定要跟韩鹏好好聊聊。我建议你啊，还是到山豹旅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的营区，看看他们的训练，同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生活。我相信你们可能都会有更深的感受。这个建议好。这是蓝军的宣传品，不要看，更不要轻易相信，这是蓝军惯用的宣传手段。来，交过来。弟兄们，你们的处战纲副参谋长刚愎自用，提醒
中了我们韩旅长的调虎离山计下山了。你们的澄海防线兵力空虚，不堪一击。我们马上就要发起总攻，赶快弃暗投明吧。真没想到啊，你们能够抓住韩鹏。等你采访了楚副参谋长之后，一定能写出一篇绝对精彩的。把他把纪念品烧了。你们干什么呢？参谋长啊，现代战争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武器，什么时尚的东西都可以植入策反宣传，几条假信息就能够造成一颗原子弹的杀伤。你说，以后这仗还怎么打呀？靠运气，听造化呗。好了，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统一销毁。谁要是私藏了，处分。什么？先过来，我问你。小王啊，你也是老兵了，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藏这个干什么？我看这东西怪好的，稍微可惜。明年我女朋友就我生日，我想留着送给她。祝她生日快乐！注腰，蓝军舰船已经靠岸，蓝军步兵已经冲上来了，事后开枪。队长，楚副参谋长，请您听电话。楚副参谋长，我是丁凯，请指示。什么？那个韩鹏是假的？指挥部裁定你退出演习，已经丧失指挥意识，谎报战果，这怎么可能啊？这是什么理由？那这里谁指挥啊？蓝军已经登陆了，我们打还是不打？这里由我代理总指挥。副参谋长到现在才交钱，回天无力了。不，我们一定要绝地反击，马上组织反冲击。发武器！副总指挥，老参谋长，我们已到达东平山山顶，我车手兵已占领山顶阵地。兵不血刃就攻下了东平山，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想，指挥部裁决楚占刚退出演习，在士气上给红军极大的打击。加上前几次的指挥失误，有些意识混乱，
其实从红军的远火被打掉那一刻起，他们的部署就乱了。但楚占刚最初决定把2个摩步营调上澄海防线，是一招高明棋。可惜又中了韩鹏的调虎离山之计，再加上楚占刚决心不狠，摩步营的增援计划又没有贯彻到底，结果让我们钻了空子。哎，佟政委，这楚占刚干嘛死盯着韩旅长一个人不放？他跟韩旅长的恩怨有这么深吗？这还真是个谜，也许只有楚占刚自己才能解释得清楚。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只有经历了战争实践，才能考验出一个指挥官真正的悍精神。丁旅长，朱参谋长，2次交手，同样的结局。你可以再去庆祝胜利吗？对于我们专业化蓝军，我和你们同样悲哀，因为我们存在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你们的胜利，看到你们909旅的崛起。但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真想问问你们。你们有脸面对身后的城市吗？也许你们可以说，你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山豹旅太狡猾了。也许你们认为这仅仅是一次演习，胜败没什么，什么都不影响，甚至不会影响各位的升迁。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军费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他之所以交给咱们，是希望把咱们练成精兵，让他们有安全感。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啊，无论是谁，只要抓住了韩鹏，可以记大功一次。为此呢，你们就不惜锁定我的手机频率，盗取我的手机信息，追踪、侦听，最高端的人才、最高端的技术全都用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更可笑的是，你们的楚副参谋长跑到城里边去和我的替身见面呀！我真想问问，这对加快你们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有什么意义？这对你们909旅的战斗力提升有什么作用？我们马上就要进城了，去接管澄海市的防务，重新面对老对手。演习结束了，谁赢了？没有结果。这叫什么演习啊？各种议论都有。议论什么？楚占刚败了。首长什么态度？只有掌声。掌声是褒奖。针对演习过程，确实精彩。等首长的奖杯出来就知道。楚旅长，演习过程我都看过了。你在最后关头带领部队攻上535防线，攻进南京指挥所，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啊！是吗？楚旅长，你指挥过的每次演习，我都没落下过吧？要不说你是军内资深记者了。你和王可征旅长都是我的老朋友，可王可征跟你的状态大不一样。好，那说说，我们俩跟同一支蓝军对抗，没有可比性。王旅长这一次真是太失水准了，而你在面对这么不讲规则的对抗中，能够表现出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胜利、善于指挥的精神和意志，我认为你表现出了新时期一名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风采。过奖了。楚旅长，我采访过全军很多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演习的模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出现了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我很想知道你对这种对抗演习的模式，或者说是对这种专业化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呀，应该去采访王可征旅长，他是第一个跟山豹旅交手的，感触比我深。可王旅长拒绝了我的采访，为什么？可能是这次的失败
对他的打击颇大吧？不会吧？哎，参谋长，我跟政委的意见是啊，这次演习啊，就不要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呢带回去，自己进行总结，就山豹旅前后2次作战，分别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要有思路，有磨练，有战术，有战法，以及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我想让山豹旅的2位主官把这2份报告啊亲自交给808旅和909旅，然后让他们主动的把这次蓝军的底也交给对方，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哎，政委，你的意思呢？好啊，胜不表扬，败不指责，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当成808、909 2个旅的首要任务。哎，等等。他的表现或感想也没有说服力。他所指挥的红军在蓝军面前几乎就是不堪一击，而你却不同。你跟这支蓝军对抗，打到了最后1秒钟，虽败犹荣啊！我不认为红军失败了，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攻上了535高地。可导演部认为，红军最终并未占领535防线。那就是规则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红军尽力了。有目共睹啊。但是也有人说，909旅是在跟半个山豹旅对抗，就像下象棋，对方是在让你1支车或1支炮的前提下。哎呀，朱轩老弟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对这支部队，对韩鹏这个人，听都没听说过。是啊，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暂且不论胜负，我倒是很想听听你这位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和看法。我认为啊，这种专业化蓝军的设置，不具有值得推广价值，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竞赛原则。如果我们踢足球，允许抱着球跑，那这种比赛还能看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作为假想敌也好，模拟外军也好，山豹旅啊，作为一支试验性的军队出现，用于探索训练方法的改革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国情军情。那么你认为山豹旅的出现不符合国情和军情？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光荣传统。训练中的问题，我们要正面教育，正确引导。训练改革的转变，不可能靠一支所谓专业化蓝军胡作非为的搞些偷袭和欺骗伎俩，而巧取胜利就能转变的。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啊。适配一下。好。司令员同志，909旅旅长楚占刚等候演习假面，请指示。楚占刚同志，这次演习就不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自己总结。尤其是你，回去之后呢，一定要针对这次演习暴露的问题，认真思考，败在什么地方。首长，您认为我们打败了？你认为你胜利了吗？你指挥的红军虽然是比王可胜表现的好一点，但是出现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你不认失败也可以。但是总得思考问题吧，思考未来如何打赢。
昨天晚上的建议十分有效啊，成功的摧毁了红军的炮屯阵地。还是旅长的决断赢。哎，我是来听建议的，不是来听拍马屁的啊！说说你们的意见。旅长，我觉得您不应该改变攻击红军首脑的命令。是的，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果断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而你，猫腻。这个我承认，但是啊，决定这个手下留情的是咱们的佟政委。政委？为什么？我们是蓝军，不是敌军。演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赢，而是要发现问题。我看楚旅长未必领情吧。这个呀不重要，只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场演习就没白打。不对吧？应该是2个红军里双败。旅长说的双赢，不是输赢的赢，而是要赢得经验教训，赢得理念更新，看到不足和差距，发现训练中的问题，找到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太理想化了吧？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我敢说，王可贞还有楚占刚没有一个会服气的。不服就对了。哎，咱们是军人嘛，咱们身上就得有这种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如果因为这么一仗就认栽了，我还真瞧不起他们呢。你这是怎么了？哎，行了。蓝军出击显神威，战区陆军专业化蓝军部队首战告捷。刚刚组建仅半年的山豹旅，是我战区陆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以半个旅的实力，连续击败号称华北虎陆军第808旅和号称华南虎第909旅。山豹旅旅长韩鹏在采访中告诉我们：看报纸了。这韩鹏牛什么呀？只要再让我遇上，看过就行了。参谋长快回来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演习总结的事吧。政委，总结的事儿你就一手抓起来，好吧？你没事吧？我能脱得了干系吗？啊？可是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总结的。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摔报纸，可摔报纸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来批评我的是吧？我是批评我自己啊。后来我把报纸捡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你还能看得下去？我告诉你，我看了开头我就想骂人。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都没看完，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有什么感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哎，正好，你有感想，你总结，好吧？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是打了胜仗，你总结起来比谁都积极。要不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旅长啊，老王，论年龄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搭档都快3年多了吧？从我到808旅的第一天起，你就像老班长一样，教我带兵的经验、指挥的艺术、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也确实感受到808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老何，别说了，你跟我绕这些弯子没用。我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但是咱这总结啊，一定得搞，要不在首长那儿交代不过去。既然你想听，就按照你的意思总结，你就代表我啊，你的总结就是我的总结，是吧？你写完了，我签字，行吗？旅长，要是这次打胜了呢？那这总结就好整了，训练、管理、指挥啊，战术、技术、后勤保障，还有这个高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政治思想，还有文化娱乐，哪一块抓出来，那都有文章可做呀。可是这次我们是败了，
你哪一块拎出来都能抖出一大堆问题，对吧？没错，我们以往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有了成绩，就像盛满鲜花的篮子啊，鸡毛蒜皮插上去都怕烂；出了问题，就像只垃圾桶，随便捡出一块都臭不可闻。难怪你是我的政治委员。但是我认为这次咱们不能这样了。政委，那你说该怎么样？不谈成绩，不谈失败，先解决观念问题。政委，这就有意思了。你说，我当了3年的师参谋长，师改旅后，我又当了3年的808旅旅长，怎么突然间观念出问题了？这从何谈起？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政委，是这上面说的吗？上面是点到了，更多的是我的思考。那我好好看看，好吗？哎，不过最近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啊。一条正式的命令已经下达到集团军了。真的？是啊，听谁说的？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马上要调你到集团军任副参谋长。6年的副师总算快熬到头了，我先预祝老哥进步啊！这样，晚上到我家啊，咱哥俩啊！哎，旅长，我先走了。这报纸好好看看。政委，放心，我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充分专业。听说入伍后进过多所军事院校进修，是战术学博士。博士。现在一上来就让咱们跟一支从来没听说过、组建才半年的什么山豹旅打对抗，从资历、实力到经验，哪方面都不对称啊！这不就跟俩人下象棋一样，你一上来让我一车2炮，明摆着看不起人吧？你说的也是啊，我当然更喜欢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是啊，再说这韩鹏，他算哪一路的？军科院一研究员，还是个文科出身。哎呀，良才，除非他是怪才。要我说呀，这决战2017演习的决策就有点二。哎，说什么呢？哎，咱哪说哪了啊都。前面要进入高速公路了，还是你打前我垫后，压着速度。好，傍晚前到狼山没问题。前面靠边停车。小英有什么发现吗？小英已飞临车队尾部，发现多辆小型汽车和救护车。他的弹药和油料车呢？目前还未发现弹药车和燃料补给车。这不可能啊！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远程的机动，怎么可能不带油料呢？据我们收集到808旅5次演习的资料发现，王可珍每次演习十分注意节省弹药，这和他本人的家教有关。他的父亲是位老新四军，无论是吃穿用上都要求他节省，说每一发子弹都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因此他参加演习，先头部队带满弹药和油料，而后续部队只带1/3。如果3天之内拿不下目标，他才另外输送弹药和油料进行补给。看来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旅长啊。不过他这次把所有装备都拉出来了，不带足补给燃料和弹药怎么够不大？也许王旅长认为拿下535防线是小菜一碟呢。我明白了，808旅的工兵营已经在构筑炮阵地了，那么他的远程火箭炮营肯定会提前到达3洞3高地。也就是说，等他的指挥所一到达狼山基地，就可能发起炮火准备。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的装步营排在车队的最前部，等炮火准备一完成，他的装步营就可向我535防线发起攻击。他是想速战速决呀！你们分析的对啊，如果让他的计划得逞，咱们的535防线根本就顶不住808旅的进攻。情报中心报告，808旅所有参战人员和车辆装备已经离开了营区，队伍也上了高速公路。王可征在什么位置？王可征已随先头部队离开了运河大桥。离他的老窝有多远？约260公里。哎，咱们可以去王旅长的
吕布去看看。旅长，你是想端808旅吕布打他的后方？现代战场哪有什么前方后方一说啊？既然我们的实力不对称，咱们呢就打一场不对称的战役，通知各大队各营放弃陆路截杀计划，改变航向，直飞808旅吕布。无人机怎么了？小应该是被红军防空雷达发现了，马上摆脱。不行了，红军同志采用强电磁干扰，指令传递通道被屏蔽了。这下坏了。什么事？报告旅长，有一可疑飞行物被我雷达发现，现已将目标锁定。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蓝军伪装成飞鸟状的无人侦察机。把它给我打下来。是。摆脱失败，小鹰已被红军雷达锁定，马上引爆。是。指令信号一直被屏蔽，操控失败。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当送给红军的一个见面礼吧。旅长，您看，就这几个屁孩子还跟我玩跟踪游戏，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旅长，蓝军很可能将侦察情报实时传回本部了。他们能侦察到我们什么情况？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公开的，要交手到狼山基地过招吧。半路上弄只菜鸟飞来飞去，管屁用！喂，林参谋。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对不起了，我们是蓝军山豹旅，你们已经被俘了。不可能，山豹旅现在正在狼山基地呢，怎么可能在这儿？看见没有，豹子头，这是战区陆军蓝军旅的标志。哎，你们帮我胡来呀！报告长官，808守备人员已经全部被我控制，弹药库和油料库已被我封锁。经初步侦查，火车专运线上停着12车皮经过伪装的弹药和油料，把他们的弹药库和油料库全炸了。报告演习指挥部，蓝军已经占领红军808旅部，战况随后上报。是。哎，对了，你不是要向你们旅长汇报情况吗？现在可以汇报了。请你马上给我接1号首长，我是金参谋，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汇报。喂，旅长，我是小金啊，金参谋。咱们旅部，
还是我来汇报吧。王队长，你好啊！你是哪位？我是韩鹏啊。哪个韩鹏啊？王队长，你刚把我的无人机打下来，就把我给忘了。你是山豹旅的韩鹏？没错，我就是你今天的对手，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王队长，你是一路辛苦啊！我特地赶到你的办公室向你做个汇报，可惜呀，你已经上路多时，我们失之交臂，万分遗憾，错过了与你当面交流的机会。什么？你说你在我办公室？这是什么情况？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OK，Sir， 808旅的油料库和弹药库已被我工兵完全炸毁，油料补给专列和专用线路也被我完全切断。什么？你们把弹药库和油料库给炸了？你们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这怎么可能？跟政委连接上。韩鹏，你不在狼山基地待着，你跑到我办公室干什么？王队长，请允许我向你做一个简短的汇报。今天上午10点30分，我率山豹旅直升机作战群特战大队攻占了你808旅部，俘获你部留守人员30名。随后，我工兵分队炸毁了你油料库、弹药库各一座，还有你装满燃料和补给专列的专运线也被我们完全切断。韩鹏，谁给你的权利？演习对抗的战场在狼山基地，不在我旅部。你这是违规违纪，是无组织无纪律，而且还不讲规矩是吧？我命令你马上滚出我的办公室！快，追上前面旅长的车。是。王旅长，你先不要生气。按照战区陆军下达的演习预案，你率兵攻打我狼山535防线，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但是现实情况变了，我们呢不想待在535高地上，等着你的远程火箭炮的炮弹把我们炸得粉身碎骨。你是干什么的？你到底想干什么？王旅长，我们是蓝军，你说我们想干什么呢？你少废话，老子也当过蓝军，老子扮演蓝军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哎，王旅长，这一点你说的还真没错。我们旅啊，很多官兵都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个年龄跟你儿子岁数差不多吧。但是今天的蓝军跟以往大不一样，我们是外敌，是外国的侵略者，再不像以往那样是个束手就擒的摆设了。于是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大摇大摆的去狼山基地攻打我的535防线，我呢可以趁虚而入端你的后院。谢谢你，后边一点设防都没有啊！你那几个哨兵弹夹都是空的，可以让我兵不血刃就大摇大摆的坐在了你旅长的宝座上。王旅长，你从来都没这么玩过吧？无聊，无耻！好，都要到场。韩鹏旅长，到。第一阶段的演习已经结束，请你把俘虏放出来吧。是，马上释放俘虏。同志们，今天
请各大单位主官到场来参加这个大会，而且是安排在晚上。可能有些同志想不通啊。首先，绝大多数单位没有参加这次演习，甚至不清楚这次演习的内容和规模，更不清楚战区陆军搞这次演习的真实意义。其次，参与和参加这次演习的各大单位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演习开始的当天，要召开这个总结大会。有关这2点啊，司令员在讲评的时候会向大家说明的。今天的会议一共有3项内容：第一，通报演习最终结果；第二，讲评；第三，宣示部署第2阶段演习。3项内容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下面请陈军参谋长宣誓通报。第一战区陆军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第1阶段任务圆满结束。演习于今天上午6时开始，于下午16时结束。演习预定3天。演习内容和任务是：红军主力3天之内攻取由蓝军防守的狼山训练基地535防线，为红军胜利；否则为红军失败。以此检验红蓝双方综合军事实力。演习在当日10个小时内完成，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战果。经演习指挥部、演习导演部会同陆军机关军事专家的意见后，评判裁定，蓝军山豹旅用了不到4个小时，利用直升机大集群大纵深突袭，攻占红军旅部机关，炸毁了红军的弹药库和油料库，完全切断红军的后勤补给线，并且有效利用伪装战术，阻止红军行军速度。在红军已丧失持续机动作战能力条件下，演习导演部曾裁决红军失败，下达了红军退出演习的命令，但红军并未执行，继续按原定计划向狼山开进，并命令其配属炮营向蓝军阵地发起了炮火攻击。蓝军随即应变，并设计在红军进行途中将红军主力第808旅军政主官升旗，支持红军指挥系统完全瘫痪。演习以蓝军全胜圆满结束。现在我代表战区陆军作战部宣布，陆军808旅退出演习，返回驻地认真总结。演习通报宣读完毕。现在我再宣布一个处分决定，在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由于808旅旅长王可征同志拒绝执行演习导演部下达的退出演习的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性质极为严重。鉴于王可征同志违抗命令仍处在非战争时期，因而严重违反军纪处理的有关规定，经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王可征同志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下面进行大会第2项，请邢司令员讲评。同志们，刚才沈参谋长已经把演习的第1阶段的情况说清楚。既然是现场讲评，那么我们就从现场开始。刚才呢，冯政委宣读了对王可征的处分决定，我想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不仅是对王可征个人的处分，也是对我们在座各位军官敲响的警钟。现在呢，军改已经步入深时期，可我们有些同志呢，他的思维
还停留在军改之前的军区时代，因为自己有点功劳，资历较深，曾经是先进典型，你就可以违纪违规，不执行命令，出事无补。我在这里，我提醒一下有幻想的同志，马上提醒一下，今天王克征受到的处分，还不等于808旅的战旗倒下去了。同志们，你们别忘了，808旅的旗帜是从井冈山一路走下来的，牺牲了我们多少的同志，师长、旅长、团长，涌现出多少革命烈士，就因为他们的倒下，才捍卫了我们808旅永远不倒的旗帜。今天王可征之所以能犯这样的错误，我想他是被这个沉重的荣誉压着。我听说他到现在还不认输，还不服气，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败下阵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让人蓝军给抓了俘虏，而且还硬着脖子要去告人家。哼，要如此下去，我们808旅的战旗能飘扬几天呢？王旅长，何政委，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接受组织处分。首长，我代表808旅全体官兵郑重承认，我们这次的确是失败了，但是我相信王旅长和全旅官兵不会因此而倒下，我们会振作起来，把808旅这面战旗扛到底。好，有决心就好。但知道为什么会败吗？啊，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我也不相信你现在的回答。回去呢，好好总结一下，研究一下败因。摔倒了没关系，爬起来就好。就怕你弄不清楚你为什么摔倒，那你肯定还会有第二次摔倒。到那时候，就没有那个机会了。是，我们回去一定认真总结，查找问题。坐下吧。同志们，我们这次演习的胜利者是第1战区陆军新组建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山豹旅。今天呢，也是山豹旅首次跟我们大家亮相。好，请坐。同志们，山豹旅作为战区陆军新组建的一支最年轻的作战部队，山豹旅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兵种出现。战区陆军组建专业化蓝军部队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在长期缺少战斗实践的和平环境下，为部队树立一个强敌，找一个对手，让和平变得不再和平，让演习变得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战，改变以往只能依靠现有建制的部队来扮演蓝军或护卫蓝军这种传统的对抗模式。这是战区陆军党委为加速新型陆军建制步伐，进一步落实军种主建，大力推荐训练模式转变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在这里呢强调2个关键词，一个是加速，一个是转变。我们大家天天在喊打赢未来战争，这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外军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连外军的新装备、新战法、新理念和新模式都不了解，没有接触，无感知，打赢从何谈起呢？
山豹旅它的组建仅仅有半年的时间，它只是照搬着外军未来战争的一些新战法，在信息对抗中仅仅迈进了一小步，破了点规矩，变了点章法，就把咱们有着光荣传统的王牌师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啊！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军事改革那不能再按部就班，不能再循序渐进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那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定。同时呢，也是为了建设新型陆军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转变，那不光是编制体制和机制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转变。转变肯定会遇到一些一时搞不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勇于去挑战，让自己尽快的去适应新的军旅体系、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不再加快转变，特别是理念和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就会被淘汰出去。同志们，新一轮的军改正在考验着我们。下面我宣布，决战2017第2阶段演习开始。这第2阶段谁跟谁打呀？怎么着？都发什么了？没参加过演习吗？808旅已经败北了，可是山豹旅呢，现在还在部署着535防线。你们要是谁不服，找山豹旅去啊，跟他决一雌雄。怎么样？谁敢站出来？司令员突如其来的发难和反常规的路数，弄得高级军官们不知所措。凭楚占刚的指挥才能和909旅的实力，他完全可以站起来应战。但瞬间的冲动之后，他又冷静下来。集团军李副参谋长升任参谋长，楚占刚又是接替李副参谋长位置的第1人选。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个闪失，谁又能保证对个人的前途命运没有影响呢？于是，谭团长，好了，可以通行了。怎么，这就放行了？通过向导送上小费疏通关系，也是与对方交流的一种手段。还有这种事情？在战乱地区，有些武装组织不一定都是敌对势力，有时候通过特殊关系是可以达到非武装对抗来解决问题的。谭组长，走吧。首长，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山豹旅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彭继海。首长好，上级首长来视察，这钱财就免了吧？不行，按照训练大纲要求来，等结束后我再找你们算账。怎么？这也是你们训练科目之一吗？没错，他们算是中立派，是可以买通的。谭组长，咱们走。曹参谋长啊，你们弄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吗？首长，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提升，大国意识不断增长，我军参与国际反恐和维和任务将会越来越多。军队走出去执行任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势在必行。因此，对于一支现代化的陆军部队来说，
必须有遂行境外多种任务的要求和必要的常规训练科目。你们想得很超前呐。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很超前，而是滞后了。什么意思？我军派出的维和部队越来越多，由于维和任务的特殊性和政治性极强，部队呢又远离祖国，我军作战部队受到这方面的专业化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学会跟外国人打交道，与外国军人合作，让部队在出国执行任务之前，在国内就受到一定的适应性训练，对出国执行任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起码不会两眼一抹黑嘛。专业化蓝军与护卫蓝军模式不同，必须要让红军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然就失去了专业蓝军的意义了。部队明天打什么仗，那我们今天就要扮演明天的敌人。部队的需要，那就是我们的任务。是啊，我们总说要贴近实战，但一直没有在贴近上下过真功夫。因为不追求真实，大家就都在演戏。其实演习很大的成分是在演戏，但你们这是以训练为目的的模拟性作战，真实就有效。洪副局长，洪副局长，你带首长到3号指挥所休息，沈参谋长马上就赶到。明白，3号指挥所。好，参谋长。洪副局长说，沈参谋长一会儿到3号指挥所，让我们在那里会合。好，我们赶过去。首长，这天儿太热了，咱们换个地方聊聊。好啊，走，走。不是哪个分队的？好，12分队的魔鬼分队，这帮家伙六亲不认，啊，过不去了吗？还没啊，再来从这边绕过。这边是魔鬼分队的势力范围，不是你花钱就能过去的，那怎么办？好，参谋长，我们从地下管线绕过去。好，走，掩护，走。这边能不能通到3号指挥所？洪班长，把地下官网的资料调出来看看。坏了，我们还要穿过6号街区。6号街区怎么了？6号街区1个小时之前已经被3分队的蝎子分队控制了，想过去很困难。绕过去不行吗？肯定不行，除非我们出了城才能插过去。看来呀，我们只能硬闯过去了。碰碰运气吧。首长，现代城市作战和过去的城市巷战有所不同。哦，说说看。现代城市作战的战场一般可分为5个层面：街面和街区，也就是地面部分；地下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四通八达的地下管线走廊；大城市还有地下交通网。街面以上是楼层、院落，包括商业街、办公楼和居民住宅楼。这些楼宇建筑结构格局复杂，攻守双方都可以利用。还有就是顶层和城市上空，这样的战场形态构成了复杂多样的攻防阵地和火力点，重装备很难施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城市的规划、对建筑的结构有相当的了解，战法、战术和心理攻势那都与过去的阵地战不一样。
还要考虑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啊。没错。起立！首长好。沈参谋长和洪副旅长马上就到，喝点茶等等他们。好，我来。首长这边请。首长。首长，这是我的战地小茶社。来，请您品品我的茶。不错，味道不错。没想到你们城市战训练中心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哎呦，这挺热闹啊！首长好。啊，好。谭组长。哎呀，韩鹏，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训练场，在城市战的训练中，这个训练场还是比较实用的，也比较完善，而且训练方法独具匠心，感触很多啊。您今天既然已经到了山堡旅了，有什么指示和要求，当着他们的面就直接说吧。最近军委工作组准备在年度跨战区对抗演习中，加入专业化蓝军对抗训练的内容。已经安排了空军空降旅、山鹰旅、海军陆战旅、海啸突击旅进行一次山地战对抗演习，代号为“勇士行动”实兵对抗演习。两支部队已经进场训练1个多月了。那这么说，我们没戏了？是的，可是后来有人提出要加戏，麻烦就出在你们沈军参谋长这里了。2个月前呢，我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汇报了山堡旅的训练情况，陆总领导和军委领导都十分重视。前几天呢，突然指示要我们山堡旅也参加勇士行动，不设预案，不给准备时间，包括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是蓝是红，都没有肯定。谭组长又是勇士行动的演习总指挥，他就犯难了，就跑过来想跟你们商量，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这回戏好看了。戏？什么戏？这不是《三国演义》吗？这回的观摩团可是军事专家，
他们可不是来看热闹的，是看门道的。不管是《三国演义》也好，《三军演义》也好，你们山豹旅是必须参加的。参演部队的基本情况已经上报，现在难就难在山豹旅去了干什么，演什么，展示什么，怎么给专家组解释这次演习的目的和内容。勇士行动演习中，海陆空都有了，肯定热闹非凡，重点分成啊。山豹旅参演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怎么参演，到时候再说。什么时候出发？明天。可人家红蓝双方演习预案已经有了，咱们既不是红方，也不是蓝方，打谁不打谁都不清楚，这去了不是搅局吗？对，就去搅局。同志们，欢迎王旅长到山豹旅来参观指导。佟政委太客气了，请把您的食指在这儿扫描一下，门才能开。我的食指？对。哎，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信息？我从来没有在你们这输入任何信息啊！我们的信息侦查中心已经通过别的途径把您的身份信息采集到了，请进吧。王旅长，我们曾经是对手，知己知彼是赢得战争的首要任务。我们对你和何政委的相关信息做了收集。要不然你也进不了这座指挥中心。怎么，我的血压都测出来了？是，你现在的血压有些偏高，可能是刚经过城市战训练场时有些紧张。好多年没有经历这些了，真是又激动又兴奋还紧张啊！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韩旅长。走，韩旅长，王旅长。没想到你的指挥所是这个样子。这个呀，是全数字化的指挥中心。每天的训练情况可以在这里实时看到。来，您看。郝参谋长，给王旅长介绍一下咱们全数字化指挥所的情况。是，在这里可以对全旅各兵种、各专业和不同岗位进行自动考评，各班排和单兵个人也可以从网络系统回放复盘，查看自己当天的训练情况，总结训练中出现的问题。这套指挥训练系统比以往传统的训练方法能提高200%的效果。能提高这么多呢？是的，这套系统呢，其实就是我们全旅实力的大数据库。士兵从入伍第一天起的训练情况，包括体能、体质、心理素质、技能参数等，全部录入大数据库，以供随时调出用。如单兵技能达到某一级别的标准之后，就可以自动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科目训练，而不用与还未达标的士兵继续重复初级和低级的训练。因此，能帮助士兵在有效的服役期内合理调整训练强度和技能难度，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合理部署兵力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哎，这个片子我好像刚才在哪看到过。王旅长，这就是刚才您和郝参谋长一起经过的城市巷战的训练场，每天的课程在这儿都有记录，每一个战术动作都是要讲评的。现在画面显示的是我们特战大队2大队的攻防训练。刚才你们经过的时候，是1大队在训练。呀，坏了！我刚才狼狈的样子，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第一次进入我们城市战训练中心的人呐，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这个呀，可都是真枪实弹的训练。是啊，听出来了，枪声、炮声都很实在。这么搞训练不安全吧？万一出事怎么办？这个你放心，安全措施完全可靠。一旦有不安全隐患，系统会自动报警的。不过，像刚才王旅长那样镇定自若，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我不信您自己看看。像个战场的样子。你能如此淡定自若，确实值得佩服。我是上过战场，达兹维反击战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冲上敌人阵地的。第一次上战场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不是对手，恰恰是我自己的恐惧。
一旦战胜了恐惧，也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王旅长，要不要休息休息？不，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山豹旅的军事馆吧。王旅长，我们这支部队组建还不到1年，哪有什么历史可言，更没有什么光荣的传统可以记载呀。你们出山第一仗就把我们808旅打败了，接下来又战胜了909旅，这个战绩还不辉煌吗？其实这些对我们蓝军来说是一种悲哀。悲哀？是啊，我们也是解放军，我们是陪练，也就是磨刀石。陪练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战友提高战斗力，好去战胜真正的敌人。可是我们的战友连我们都打不赢，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只是一支假想的敌军，连假想的敌军都打不赢，那碰到真正的敌人该怎么办呢？你说的有道理，是值得悲哀，是我的悲哀，是王可争的悲哀。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也不用建立什么荣誉室、军事馆。那你们怎么搞传统教育啊？我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军事馆。虚拟军事馆？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你看，这不是跟我们808旅历史一样吗？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啊！没错，这就是808旅军事馆的资料。我们山豹旅虽然没有历史，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让官兵时时刻刻牢记，我们山豹旅虽然是一支专业化蓝军，但同样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的一支建制部队。我们呢，也常跟官兵讲，虽然我们平时穿的是外军的衣服，手里拿的是一部分外军的武器，但我们还是一个绿皮红心的萝卜，心永远是红的。我们旅的传统教育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把808旅、909旅的老大哥部队的光荣历史作为我们旅的传统教育的基础课，制作宣传片，设置网上军史馆，让官兵们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忘入伍初心，教育官兵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怎么样，老张，壮观吗？哎呀，王旅长，这现在这个部队装备啊，太先进了，比你们那时候强多了吧？哎呦，我都羡慕的，哎呀，我跟你说啊，老方啊，也是我介绍去澄海的，先是开卡车，后来呢，自己买了车，开了物流公司，而且是越做越好，拿下全国几个重点项目的大件工程，在海外也有分公司，是吗？啊。方总啊，你们不用量了，规格尺寸我图纸上都有。哎呀，王旅长，现在我算是弄明白了，原来这趟你是想让我们干贩运军火的生意。物流不就是贩运，贩运不就是搞运输吗？在我们这儿也叫投送，叫法不同，性质没变嘛。这玩笑可开大了，要我们3天之内把这几10台大家伙全都运到澄海去，还得神不知鬼不觉，怎么样？不怎么样。老张可都跟我说了啊，当初你干倒爷的时候，开车倒腾服装和电器48小时不合眼啊，只要有钱赚，比谁都拼命。怎么现在？老张，我说你小子不够意思啊，把我那点陈年旧事跟谁都说。我告诉你，现在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不是当初那个刚退伍的穷司机了。方总啊，我这不是给你推广推广吗？我要不给你吹几句，这大买卖能落到你头上？方总，行不行？你给句话。没门儿，门都没有。你们不就是嫌钱少吗？跟钱没关系。我跟您说，我们不差钱，有钱。那你们什么意思？送上门的生意不做是吧？送上门的生意不做，那才是傻瓜蛋。李工啊，你跟王旅长说说。王旅长，我也不瞒你，您照顾我们生意啊，我非常感谢你。
但是我们公司有原则呀，是不是？要讲究诚信，这些东西能拉我们就拉，拉不了啊，还真拉不了。我们不能忽悠顾客呀。李工啊，说点实在的。王旅长，我们公司啊就没这么多大型的拖挂车，也就是10辆8辆的。按您的要求呢，几十辆，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没地方给你找去。另外，您说什么3天就运到澄海？对，还人不知鬼不觉的。哎呀，旅长啊，你就是给我们公司多少钱，这活我们都不敢接，接不了。王旅长，这真是实在话，您还是另请更有实力的公司算了。哎，方总，老方同志，你也是老兵了，部队有困难你就不上心？我还不上心呢，我要不上心，我在那看半天了。就是这样，我觉得你们还没弄明白，我把这个演习的目的跟你们再说说。哎呀，你别说了，拉不了就是拉不了。嘿，我这暴脾气，你看怎么今天碰上你们这俩犟种呢？有钱不挣是吧？行，我另找别的公司，好吧，老张，这件事我谢谢你了，你们请。哎，方总，哎，你都先别急嘛，啊，这本来是件好事儿。这样，王旅长啊，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也有点耐心，跟商人打交道，得动点心眼儿，绕点弯子，不能跟部队似的，有话直来直去的。不行，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吃了多少亏啊！方总，方总啊，你先别急，听王旅长把话说完。现在是军改时期，提倡军民融合了，跟部队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保你商机无限，财源滚滚。这回你要是拒绝了，可是要后悔的啊！行吗？我跟你们说说。那这样，李工，你记着。好，演习第2阶段的任务是，澄海市被外国鬼子攻占了，鬼子在城里杀人放火，我们的主权被侵犯，我，包括你，又被征召回部队。上级命令我808旅立刻赶赴澄海，3天之内攻下澄海，歼灭这支敌军。哎呀妈呀，旅长你说的太好了，这叫啥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消灭之。好，这打仗太刺激了。好啊，李工，你又没打过仗，没扛过枪，你就好好听着记着就行了。好吧，王旅长，继续。好，从战区最北端到战区最南端，东海之滨路程遥远，天上有敌侦察机活动，太空有卫星侦察，澄海市的外围有敌方阻击阵地。我的战术是，在战役打响之前，我把一部分重装备偷偷地运进澄海，埋伏起来。战役打响以后，我正面长途机动部队与敌方展开突破防线的攻坚战斗。这个时候，预先埋伏在澄海市里的重装备突然杀向敌人的指挥中心，也就是市政府大楼。方总，明白了吗？明白了。你是准备带我们去看美国大片去？胡扯！我这可是真正的演习啊！你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呢。我啊，还主角？啥主角？王旅长，你多少也给方总弄个头衔嘛，这样他干起来也有个名分。好吧，你就当我的保障处长。好，方总，你现在就是808旅的保障处长了。你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实现王旅长的战役构想？真的？真的。 2000公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偷偷的运到澄海去。嘿，王旅长啊，能少点，打个5折，少1辆都不行。我去打仗，手里没家伙，我拿什么打呀？哎，王旅长，要不然咱们改变一下思路，不走陆路，直接走水路，怎么样？嘿，王旅长，方总的意思呢？ 一少部分或者大部分呢，走海运，剩下一小部分呢，我们装集装箱里边伪装起来，走高速公路，你看行不行？行啊，这招行。是这样，我有个朋友
是专门做海运的，他手上有2艘万吨滚装船。他平时就是运输点进口的轿车，或者是做点工程机械什么的。只要他的船一靠岸，咱们就把坦克装甲运到船上去，我们就在连云港码头上船，从黄海经东海到达南海，从海上进入澄海，怎么样？好，太好了。不好，怎么不好？这样的话，你不就少挣钱了吗？王旅长，老张，你们听到我待这么长时间提过一个钱字吗？没有吧？对，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老兵，我就把海运、陆运全都给你包了。钱嘛，咱们秋后算账，怎么样？方总，你也别假仗义。部队不是没有钱，但是也不会坑害咱们老百姓。老张，我真不是假仗。刚才王旅长不是说了吗？让我当保障处处长。我现在已经是军人了，对吧？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我的保障处长。啊，回头啊，把你这小胡子刮了，头发理了，明天把军装穿上。哎呀，这可浪费了我这一脸的美髯呢。王旅长，怎么着你得给我个衔儿补偿补偿。衔儿？好吧，挂个上校军衔怎么样？任期1个月。这感情好啊！平时我就是个预备役中校，这会儿直接给我提成上校了。哎呀，旅长啊，能不能带上我呀？带你啊？你想要什么？哎呀，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想当兵啊！老板，1个月，我就当5天行不行？5天。王旅长，李工是方总公司的副总，跟方总打拼了10几年了，也不容易。你看，这样吧，李工，给方处长当助手，当个中校科长吧。哎呀，谢谢旅长，保证完成任务，我给你敬礼。好。哎，李弼，李弼，敬的什么礼呀？王旅长，回头找个战士，好好教教他。好，你看这给我送新兵连得了。这样，老张，把808旅澄海联谊会的老兵们组织起来，组成内应分队，不白干啊！参加行动的1300元作战补助啊！王旅长啊，这个钱不钱的没啥关系，你给咱弄身军装穿穿吧。你也要哎，老张啊，打住，这名额有限。对呀，你跟我抢啥呀？不是刚当兵，你抢啥呀？不是你们都穿上了，我。行了，王旅长，咱俩得签个合同。怎么？你还怕我赖账是吧？亲兄弟明算账，我这一趟海运陆运成本也不低呀，咱也不能做那亏本的买卖，对吧？咱们这样，白纸黑字写上几条，有一条必须得写。这一仗，如果你攻进澄海打赢了，我们分文不取，就算是我方某保家卫国做的贡献。你看我们老板讲究人儿。但是，如果你没攻进澄海打输了，那对不起，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算我们公司的正常业务，怎么样？那我这笔买卖可赚大了啊！不过1分钱不收，那就太不合适了。王旅长啊，要不是因为我以前当过兵，有着部队的情节，这活打死我都不会接。再说了，我们这做生意啊，也有做生意的规矩，那就是奖罚机制。我给你列上这么一条啊，也是为了激励你能打胜仗。你打的胜仗，我这保障处处长脸上才有光啊！这才叫新时期的人民战争呢。好，合同你跟何政委签吧。不过我们的部队正在搞社会化服务，我觉得你们的长途运输业务可以跟我们部队的长途机动训练和转场相结合，将来我们可以搞个长期合作，怎么样？哎呀，旅长说的这靠谱啊，有门儿。保障处长的命令我给你下了，从今天起啊，
你可就是我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了啊！所以这一仗，关键不在打，而在行。什么意思？你想啊，一支重装备旅，2000公里的长途机动，然后再潜入进城市，这个谁都想不到。因此关键在于行，而打只能是在巧妙的机动和成功的进入之后，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场城市攻防战要想取得胜利，关键是在于打出它的突发性，明白吗？明白了。不过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点悬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打仗可不像你们捏脚泡澡那么轻松啊！没有超常规的思维，没有冒险精神，别想打赢。行了，怎么打赢是我的事儿，全力配合保障是你们的事儿。到时候运输投诉方面要是出了点问题，别说我1分钱不给你，我还要送你到军事法庭拿你试问。你别吓唬我啊！吓唬人呢你。行，保证完成任务。好，命，请指示。王可胜旅长，你所指挥的808旅机群在本次行动中机动神速，伪装隐蔽和渗透战术运用得当，组织指挥缜密，发起攻击坚决果断。我代表演习指挥部充分肯定你部取得的成绩，希望再接再厉，扩大战果。要求你旅入城后严密城市的作战纪律，遵守法令法规，维持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的稳定。任务完成后，迅速恢复通电、通水、通信，清剿完毕，即可撤出城区，于指定区域集结待命。是。司令员，演习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听谭组长的意见吧。谭组长，我认为陆海1号演习很圆满，很成功，而且不乏精彩之处，经典之处也可圈可点啊。它的成果不仅限于此次演习，更集中地反映出你们战区陆军领导利用南军出击，激活并改变了整个训练模式，推动了部队思想建设和训练水平的提升，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808旅从发起攻击到夺取城市，不过只用了短短1个小时，避免了更多无谓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这完全体现了当今城市争夺战之精髓和最高境界。准备充分，速战速决。报告，旅长、政委，808旅王旅长、何政委就在洞口外，还有部分装甲突击车和坦克。没想到他们来的还挺快的，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那走吧。旅长、政委，你们先等等，还是我先出去看看吧。走。云浩深深战气象，我血脉膨胀。有本事就上战场，烈火硝烟中亮相。我渴望冲锋陷阵，来杀敌威武刚强。你们旅长和政委呢？怎么怕当我的俘虏？王旅长，我代表山豹旅全体官兵，向你们表示最真诚的祝贺。好，请转告韩鹏，我王可征和808旅的官兵感谢你们山豹旅。正是由于你们在决战2017的演习中打败了808旅，才让我们有了彻底反省的机会，才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有可能在今天就会爆发。
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怎样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陆军。感谢你们！从808旅合成。